在资本的历史中涌现出很多伟大的城市，他们曾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一次次改写人类经济的进程。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然而在这些资本的地标之外，有一个城市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安特卫普。安特卫普是如今比利时的一个中等城市，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它。然而当我深入研究中世纪资本史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逐渐意识到它的历史地位并不逊色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城市。令人费解的是，直接关于它的资料却很少，它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金融中心。安特卫普成了我理解资本发展史中缺失的一环，让我充满疑问。我试图通过不同资料中的零星信息拼凑出它的历史画卷，但这些依然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所以我就来到了安特卫普。我想探索一下这个被遗忘的欧洲中心。为了这个话题，我还绕道去了趟葡萄牙。那这次旅行呢，没有让我失望，我看到了太多书本给不了的东西，包括比利时国王来了。对，我竟然偶遇比利时国王，那这个我们稍后再说。安特卫普曾拥有无尽的繁荣、财富和文化，它的金融业曾掩盖了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光芒，市场的繁荣让所有的竞争者都望尘莫及。然而，历史似乎对这座城市开了一个玩笑，突然间夺走了本应该属于它的地位，使它没有成为像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伦敦或者纽约那样在资本的历史上熠熠生辉，把它的辉煌隐藏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今天我想给你讲述它的故事，安特卫普是如何崛起的，它如何改变资本的进程，最后又为何会突然衰落并被世人遗忘。OK， 在继续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本集的赞助商领沟的在线语言课程网站。那我生活在加拿大，并且经常国际旅行，深知多语言的好处。比如这次到安特卫普就发现了语言上的挑战。So how many languages do you speak? Like, I mean,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I hear a lot of different languages here in Antwerp. I speak French, English, and Flemish. 那想学习一门外语，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学校。How did you manage to learn so many languages? At school. At school.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都在用领沟的自学西班牙语，而且没花钱。我的方法就是选择了领沟的独特的返现计划。那返现分两种，冲刺班和超级冲刺班。选择冲刺班，2个月内每月上15节课，可以拿回50%的学费；选择超级冲刺班，2个月内每月上30节课，可以拿回100%的学费。那我已经成功完成了超级冲刺班，拿回了全部的学费。那这个返现计划真的是很天才因为大多数人自学的问题就是买了课程之后呢，开始懈怠，最后浪费钱也没学到东西。领沟大的返现计划给了学生坚持上课最直接的动力。我打算复习一段时间后呢，参加下一个冲刺班。那除了返现计划，领沟大的课程体验也很棒，课程都是 Zoom 在线直播，课程的实时互动对语言学习很有帮助。每节课时长1小时，预定灵活，无论哪个时区都能定上合适的时间。领沟的老师都是母语水平，使用目标语言授课，并且都是不超过5人的小班教学或者1对1，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那现阶段领沟的有英文、商务英文、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课程，大家使用视频评论区的推荐链接注册任意冲刺班，能够获得额外的20欧元或者25美金的折扣。那再次感谢领沟的，那制作这个影片真的成本很高，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视频，继续我在安特卫普的探索。安特卫普历史上的辉煌就像我现在要找的地方一样，它很隐蔽，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看到吗？它就躲在这些建筑物的当中。我要找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建筑，它是安特卫普的老交易所，始建于1531年，历史上有过2次被大火摧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呢，就是1872年的第2次重建。为什么说这个地方难找呢？因为它是在周围建筑的缝隙当中建造起来的，它的围墙就是四周建筑的围墙，它好像是被硬塞进来的一样。那为什么这个交易所被安插到了一些建筑的缝隙当中呢？3年老的交易所上面有一块石匾，上面写着为世界各国各语言商人之所用。那这句话它不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在16世纪上半叶安特卫普是欧洲的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商人都在后面的这个交易所里来进行交易。那这里是这个交易所的另外一个大门，你看到它旁边有一个塔楼，
那这个塔楼的作用呢，就是让商人们爬到这个塔楼上去观察对面的河上的商船是否到港。那很多商人在这里都有他们的私人住宅和办公室，所以这个交易所不能去遮挡他们的道路和视线，但是呢，它又必须放到同时距离这些商人和港口比较近的位置，于是呢，它就被安插到了这些原有建筑的缝隙当中。那这个交易所呢，在资本的发展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它被叫做 The Mother of all Exchanges， 所有交易所之母。那在继续讨论它的重要性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安特卫普是如何崛起的呢？我现在在葡萄牙里斯本，安特卫普的崛起跟这里息息相关。那15世纪葡萄牙人就从我身后的这个港口出发，打开了去往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航线，开启了他们的大航海时代。他们商船带回了香料、珠宝和丝绸，但是想要把这些奢侈品卖到欧洲大陆，他们需要一个更加便捷的港口。1501年，葡萄牙人满载从亚洲运回来的香料的商船第一次开往了安特卫普，开启了安特卫普的黄金时代。安特卫普并不直接临海，斯哈尔德河狭长的河道呢，把它连接到80公里以外开放的海域。那这个独特的位置允许这个商船能够达到更加靠近内陆的区域。但是葡萄牙人选择安特卫普作为贸易港口，不仅仅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16世纪初，安特卫普的竞争对手布鲁日由于政治和战争的关系逐渐衰落，而河道的击杀让它彻底的丧失了竞争力。而更靠北的阿姆斯特丹呢，还在发展的初期，安特卫普成了商人们的自然选择。到1520年，几乎每天都有葡萄牙的商船抵达安特卫普。那随着葡萄牙的商船前往安特卫普的，不仅仅只有香料、宝石和奢侈品，还有犹太人和他们的财富。那我现在是在里斯本的市中心，身后有一个不起眼的纪念碑。1492年，西班牙开始驱逐犹太人，有12多万的犹太人呢跑到他们邻国葡萄牙，但是这里并不安全。想留在这里呢，你必须要缴纳昂贵的赋税，或者说被强制的皈依天主教。1506年，里斯本发生犹太人大屠杀，就是我身后这个纪念碑所讲述的内容。从此之后，许多犹太人不得不又再次开始寻找新的家园。安特卫普成了他们的理想的避难所和逃往土耳其的中转站。这是因为安特卫普所在的低地国家历史上向来是不同政治宗教影响力的交界处，同时在1500年前后这些地区的统治者主张商业和贸易自由，为安特卫普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包容的环境。那这种政策环境与地理位置共同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商人、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不同宗教的信徒，其中就包括那些寻找新家园的犹太人。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安特卫普繁荣的贸易和金融网络的形成。在1512年逃往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当中呢，有一位叫做 Diego Mendes， 他来自于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哥哥 Francisco 在葡萄牙开设了 Mendes 银行，并且专门负责为葡萄牙国王来运营这个香料生意。那在两个兄弟的配合之下呢， Diego 在安特卫普创立了当时欧洲最大的香料贸易商，以及这个珠宝运营商。后来他们家族也成为了16世纪上半叶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我们当代人很难想象这个香料生意有多赚钱。我现在是在里斯本的热勒尼姆斯修道院，它所建造用的钱就来自于5%的香料生意所征收的税。本来这个修道院在设计的时候是一个一般规模的建筑，但是这个香料生意太赚钱了，导致它盖了100多年的时间，最后成为这么一个超级豪华的庞然大物。香料生意不仅为葡萄牙带来巨大财富，安特卫普作为欧洲最大的香料贸易中心，它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持续繁忙的国际贸易让这个安特卫普的老的交易所不堪重负，于是在商人们的要求下呢，这个新的交易所就建立起来了。那你要知道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贸易呢往往是季节性的发生在各个集市的，但是在安特卫普这种贸易是每天大规模的发生的，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为永不停歇的集市。但是这个贸易所的重要之处呢，还不仅仅在于它为商人们提供了一个长期的交易场所，更重要的是它承担了证券和票据的交易功能，它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货币市场，彻底改变了钱的定义。
那我们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啊，在中世纪，商人们用一种叫做汇票的工具来进行贸易。那这种汇票呢，不能转让。比如说，张三承诺3个月后付给李四1000枚金币，那李四就必须要等3个月。但是在安特卫普的交易所呢，李四可以提前将这个汇票以950枚金币的价格转让给王五，而王五在3个月后呢，可以从张三那里拿到1000枚金币。那这就是所谓的折现交易。那这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代表人们逐渐可以开始通过票据和纸钱来进行交易，逐步的摆脱了金属货币的束缚。那安特卫普的黄金时代可不只是贸易和金融，它的文化和艺术同样熠熠生辉。那我离开了那个满是历史的交易所，开始了我的艺术之旅。第一站就是这个被誉为安特卫普艺术瑰宝的皇家美术馆。我就是在这里碰上的比利时国王，那这是我至今距离任何一个国王最近的一次。那这个美术馆真的是太棒了，即使有国王来访，他们也没有清场，没有提前通知我们有这样的特别嘉宾的到来，那我们游客还是可以正常的参观，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我现在所在这展馆里呢，放满了鲁本斯的作品。那如果你来安特卫普呢，你到处都会发现鲁本斯的影子。那其实呢，像鲁本斯这样有名的艺术家呢，在安特卫普呢非常多，而且他们都还有共同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精明的商人。这是因为啊，安特卫普在当时除了是一个贸易中心，它其实还是一个艺术品交易中心。那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啊，主要得益于像美第奇家族这样的富商的赞助，几乎所有的艺术品交易呢，都是需要事先有人去花钱定制的。那艺术品呢，主要是这些权贵阶层的消费品，但是在后来呢，在安特卫普，他们就出现那种现成的已经制作好的那种艺术品，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艺术品的生产。普通人也可以像我们当代人一样，去商店去购买一个已经提前画好的有固定主题的这种文艺作品。你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作品的作者呢，叫做昆汀马塞斯。那这个昆汀马塞斯是当时安特卫普可以说是最有钱的一个画家，他开了很多的画廊，他除了贩卖自己的作品，还有贩卖其他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同时呢，他收了非常多的学徒，可以说是赚的是盆满钵满。那在16世纪初让安特卫普名声大噪的，除了它的贸易，就是它的印刷业。我现在在安特卫普著名的普兰汤印刷博物馆。那在当时宽松的政治、宗教和印刷环境下呢，安特卫普就成了人文主义的摇篮。那当时呢，在安特卫普出版了大量的涵盖不同话题的书籍。那实际上在安特卫普呢，你作为一个印刷者是不选边站的，也就是说什么书你都去印。你比如说在英国的天主教时期呢，这里会去印刷一些英文版的圣经，和新教的圣经，然后被偷渡到英国去贩卖。当然这里也会印一些所谓其他的异端邪说的这些文本，你比如说加尔文主义的宣传册子等等。实际上就是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如果一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啊、贸易和金融中心，那么它一定是政治和宗教环境是宽松的，它的出版业一定是发达和自由的，它能够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思想来这里进行交汇并且传播。16世纪初期的安特卫普呢，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政治、宗教和思想的宽松为安特卫普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它的突然衰落也正是因为这些条件的恶化。那我现在所在呢是安特卫普的圣母主座大教堂，它花了200多年的时间建造，最终以1521年建造完成。那这里呢是安特卫普的骄傲，只有最重大的活动才能在这里举行。那1540年呢，我们的香料大王迪奥戈在这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然而不幸的是，2年后他就去世了，而安特卫普的政治和宗教环境也开始发生了巨变。迪奥戈死后被安上了非法信奉犹太教的罪名，而他的亲人也不得不选择再次逃亡。安特卫普从此就开始陨落。那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深入了解16世纪的安特卫普的宗教和政治环境。当时安特卫普的宗教势力主要包括天主教、新教各派，包括加尔文主义，还有一些被迫转为天主教或者秘密进行犹太教活动的人群。
1516年，查理五世成为西班牙国王，同时也成为包括安特卫普在内的低地国家的统治者。到了1519年，他又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查理五世初期对低地国家多元的宗教环境呢，并未严格的干预。一方面呢，这些地方历来处于各大势力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尤其是安特卫普的贸易发达，为他提供了丰厚的财源。然而，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后啊，他的儿子腓力二世接任西班牙国王，并继承了对低地国家的统治。那腓力二世对宗教有着极大的热忱，他对异端宗教的容忍度远远低于他的父亲。他上任后呢，就开始加强集权，对异端宗教进行打压。同时，持续的战争啊，使他的财政压力持续的增大，他多次借款，并且4次违约。那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啊，他在整个帝国，包括低地国家，都增加了赋税。那我身后的这幅画呢，是著名的马瑞纳斯的《城市收税者》。那很显然呢，我们的画家对这些收税人员是持一种否定和批评的态度的。那原本就不满于宗教镇压的低地国家的民众，现在又被赋予了更重的税务负担，他们的不满情绪在秘密发酵，其中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最为激进。那在这个画室里呢，挂的都是一些关于圣人的画作。在天主教里，关于基督耶稣和圣人的宗教绘画和雕塑十分常见。然而，在加尔文主义的眼里呢，这是不合适的。他们认为这属于偶像崇拜，是他们一贯反对的。在1566年8月10日的圣劳伦斯殉道纪念日上，加尔文主义者在低地国家的斯滕福德引发了一场混乱，他们冲击并破坏了当地的教堂。他们将圣劳伦斯与腓力二世相联系，因为腓力二世当时正在建设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就是为了纪念圣劳伦斯。他们将对腓力二世的仇恨投射到了圣劳伦斯的纪念活动上，由此引发了在低地国家广泛的圣像破坏运动。他们通过损毁宗教画作和雕塑来表达不满情绪。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各种神像都遭到破坏，就连圣母主座大教堂里的牧师们也感受到了威胁，不得不把这个教堂关闭，选择逃亡。但是这并没有让这个安特卫普标志性的教堂躲过破坏。那圣像破坏运动啊，让腓力二世震怒，他在1567年对低地国家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杀害了数千人，进一步的激化了人民对西班牙的反抗。1568年，荷兰80年战争爆发，这是低地国家与西班牙之间的一场冲突，反抗者抵制西班牙的宗教和经济压迫，战争在整个低地国家蔓延。那安特卫普呢，也成了战场。我身后的这幅画呢，描述的就是著名的西班牙对安特卫普的屠城。那在1576年呢，有2个多月没有发工资的西班牙士兵呢，决定对安特普来进行屠城。他们烧杀抢掠，彻底的摧毁了这个城市。那这个事件呢，在安特卫普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城市的辉煌呢，从此就戛然而止。有大量的商人和艺术家都逃离到了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而这场惨剧呢，烧毁了安特卫普大部分的档案，给历史学家带来难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研究中发现啊，跟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相比，关于安特卫普的资料呢，非常的少。在这场暴行之后，安特卫普彻底失去了对西班牙国王的忠诚，宣布加入荷兰的抵抗行列。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特卫普经历了更为严重的困境。1585年，西班牙人尝试占领安特卫普，那他们的策略呢，就是在这个狭长的斯海尔德河上建一座桥，彻底的切断安特卫普跟外界的沟通。那这个策略呢，十分有效，最终安特卫普不得不投降。那在安特卫普投降以后呢，荷兰人就把斯海尔德河的入海口封死了，彻底的切断了安特卫普的国际贸易路线，把这些贸易呢全都导向了自己的阿姆斯特丹。那我身后的这幅画呢，描述的就是穆斯特条约。1648年，荷兰和西班牙签署了明斯特合约，它标志着80年战争的结束，荷兰共和国的独立。这幅画展现的是当时安特卫普的管理者在市政厅前的 Grove Market 广场上向居民宣布合约签署的历史场景。可惜的是，当这个条约签署的时候，战争结束了，安特卫普已经彻底失去了它过去的荣光，阿姆斯特丹成为了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OK， 那这就是我想讲的关于安特卫普的故事。那我必须说啊，
这次安特卫普之行跟整个影片的制作对我来说既是一次享受，也是一次有深度的学习。我希望你在看完影片之后呢，也能有同样的感受。那如果有机会啊，我强烈推荐你亲自去一趟安特卫普。那这个城市啊，比你想象的要更现代，却又不乏历史遗迹、艺术品、美术馆，世界上最美的火车站之一，跟美味的巧克力。当然还有那里热情友善的当地居民，跟你可能会随时遇到的国王。OK，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Welcome to Antwerp. Welcome to Antwerp. And subscribe to This big city. Yeah.